这些就是你和张启想要找的人吧？现在找到了，你可以带走他们了。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我是来叫你出去的，兄弟，兄弟，跟我说句话。你们都怎么了？说话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都怎么了？跟我说句话呀，兄弟，跟我说话，跟我说句话呀，兄弟。兄弟，怎么会这样？兄弟，怎么会这样？兄弟，静かにしろ。瓦森子，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对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所驯化的到底是什么动物？活在洞子里的怪物。去看看他的动作，回忆一下他的动作，是不是跟那个怪物很像？还不明白吗？你驯化的是人。在这里，我们也抓了一些这种怪物，当地人称之为窄娘娘，其实都是变异的人。就在这儿，我找到了殷长生留下的古籍，那些古籍里记载了他的炼丹术，有一种丹药，人吃了之后就会变成宅娘娘。我也先用一个士兵做实验来着，希望能够成功。所以，你让我训的那些宅娘娘，是已经完全变异的。对，殷长生在须弥境里炼丹，已经炼出了不少宅娘娘。那这些401的士兵也都会变成怪物。看看，殷长生把他们作为隔绝须弥境与外界的屏障。他聚集了大量的宅娘娘，在阁氏楼核心区域的外围，那里充满着同林子里一样的毒气，外人绝不可能通过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带我们穿过毒气，来到须弥境的深处。
帮我们找到他。现在竞价开始，10万。举牌子。 10万，各位，我知道没拍到3件宝物，不能够在晚场举牌，但容我辩驳一下。我是来自江西的烟土商，才刚刚进入北平，以后有烟土生意的一定要想到我。今天就用这个场子跟大家认识一下。 这个法宝箱，我要定了。谁借我2件拍品？完事儿我把拍到的这件当利息送他。真的吗？哎，借他1件，我也借你。我们呀，资金充足。 希望楼上包房的各位不要点天灯，给我们散台的诸位一些机会。哪来的瘪三呐？15万。2号包房出价15万。 17万。 1号包房出价17万。 20万。13号桌出价20万。 25万。 1号包房出价25万。 26万。这位贵宾，您的资金已经到达上限，请问是不是要动用您箱子里的钱？我让人帮您拿去验资。全部身家都拿出来了。 这位贵客，如您无法补足资金，我们只能以1号包房25万为准。25万一次，还有人出价吗？25万2次。包老板，旁人无福消受啊，唯有我大日本帝国配享此宝。25万。各位，我们有2吨的烟土，今天刚到北平，还没有出手，不知道新月饭店可不可以以烟土作为抵押呀？不行，新月饭店从未有过这样的规矩。新月饭店可要想好了，以后这北平的烟土都是由我一个人供应，1个月的营收就可以买下这新月饭店。这位贵客，新月饭店不收烟土。各位，你们要不要烟土？我今天就豁出去了。我有2吨上好的烟土作为抵押，如果在场的哪个朋友够义气，借给我钱，我就按100大洋1斤兑现，但只限于在这个期。各位想清楚了，过了这个村儿，就没有这个店了。100大洋，
这烟土如今在市面上，就算是普通货色，也得卖200大洋啊！对呀，这等于半价，这也太便宜了。谢谢啊，北平烟土紧张，他这个价格简直……江先生，你好吗？没想到时隔几年，在这里遇见。你还记得我？你以前在长沙干的事情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怎么会忘了你？你知道今时不同往日啊。你和尹老板是一家人，我也是来和尹老板谈生意的，这是缘分。江兄，不如和我交朋友，对如今的你更有利。朋友重情，商人重利。裘德考先生是个商人，你出手相助，肯定是来跟我谈生意的吧？做生意与交朋友并不冲突。你看，我们美国人在中国建了大学、医院、报馆，这都是我们愿意与中国交好的诚意。中国需要朋友，而不是主人。我们只想和你们合作互惠。我是做古玩洋行生意的，看中了湘潭到岳阳一带的老楚墓，我想独家经营这条线。宝物若能顺利出境，既能让中国珍宝名扬海外，也能换回真金白银，皆大欢喜。时代变了，你也要跟着变化才行。只不过钱是会挨打的。出卖祖先这种生意，干不了。守住根脉，中国人才永远是中国人。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。更何况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在看着我们，是个中国人，都不会做这个生意。也许让你理解，确实有点难度。根脉这2个字，说了你也不会懂。送我去火车站。会長、奴の正体が判明しました。奴は長山の守備官、長慶山です。長慶山？変装して別品の帳場に潜入したと。これは職務放棄、軍権全焼、軍馬会にかけるべきだ。南京方面に連絡を取れ。ちゃんとした説明をしてくれ。はい。长官，日本外务省北平事务所刚刚来电，鸟取鸟局指控张启山，称其私换身份，蓄意挑起外交事端，破坏中日协定，要求即刻通报南京，严惩不贷。否则，日方将上呈东京外务省，视其为政府层级敌对事件。这个事情或许还有转机，先不用上报。是。您为何要帮我？怕麻烦。你要是被鸟取抓住了，这件麻烦的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麻烦。想过没有？假如你真的抢到了药，这件事情会就此了结吗？按照鸟取鸟居的脾气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是我太心急了。
不过现在这样也好，我活不了多久，他也不用再盯着霍家。怎么这么快就放弃了呢？这个东西叫霉菌绿叶，英国人研制出来的新玩意儿，听说还在试验阶段。你胆子大的话，你替他们试一试吧。嗯。您到底为什么帮我？我若是死了，这件事情反倒能更平静地解决，不是吗？如果一件事情要靠一个姑娘的死来解决，那新月饭店趁早关门也罢。您是个生意人，做事只看结果。没错，但是你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，明知自己命不长久，却依然能够仰望前路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大多数人都在找一条活路，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什么。未来的世界需要这样的人。哎，佛爷，你说这老六和老四怎么还不来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哎，老六，老六，你没事吧？这儿的饭真他娘难要，还不如回长沙。哎，老四呢？哎，老四！